这个男士二话没说，直接对面前的人鱼雕塑伸手摸去，意外发现原来是活的，真是捡到宝了。两人目光交锋，旁边围观的人也跟着起哄，男士手还是不肯离开。人鱼姑娘挺敬业，一动不动。不多时，人鱼变成了白衣女孩，一上去她就扇了男的2巴掌，虽然挺丢脸，但看那女孩白衣飘飘，男的就起了歹心，死缠烂打追女孩，竟然还追到手了。可俩人刚好没多久，男的就露出狼子野心，知道女友怀孕，不听他求情，硬是把她推进了手术室。8年之后，医院走廊里，几个小屁孩竟踢起球来，护士紧追不上，直到家长赶到，将带头的小丫头领走。好在没出啥事，没人责备这丫头。她患有重症急性白血病，若找不到合适的骨髓源，恐怕时间不多了。于是小姑娘的妈妈徐仁惠找到了女儿亲爹张泰山，希望他能去做个配型试验。得悉仁惠当初瞒着他，偷偷把宝宝生下，张泰山大为光火。仁惠只留了个时间地点，转身就走。张泰山跟上去还是唠唠叨叨，仁惠实在憋不住心头的冤屈，他吃了不少苦头，都没打算找张泰山，非为了救女儿，他绝不想再见这男人一面。张泰山晚上回家，心事重重，这几年一事无成，成天游手好闲的小混混，还为老板背了2次黑锅坐牢，所以老板就把当铺交给他管，周围人都看不起他，活得没头没脑。想到当初对仁惠那么决绝，自然有点内疚。他照着纸条上的地址，准点到了医院，做了配型测试。仁惠说有结果会告诉他，之后就头也不回的走了，连女儿都没让他见一眼。张泰山哑口无言，沮丧地沿着走廊走。忽然一个足球飞来撞他，他捡起球递给小女孩，女孩突然喊了句爸爸。张泰山愣在那儿，看着女孩甜甜的笑，他好像明白了啥，慌乱的说不出话来。到墙角时他又顿了顿，但一回头竟没料到小丫头也跟来。张泰山有点奇怪，丫头，你刚是不是叫我？你挺逗的，我怎么成了你爹呢？小姑娘急忙追上解释，那你来这儿干啥？张泰山说不出话来，只能草草找个借口混过去。但小女孩心如明镜，因为那份信被妈妈撕了，独自一人时偷偷翻看，爸爸的形象在她心里根深蒂固。小女孩把真爱的玩偶托付给张泰山保管，答应以后还给他。看到这么萌的女儿，张泰山心都软了。显示配对，仁惠马上叫张泰山去医院。张泰山知道了也很激动，正打算去医院，张泰山连看都没看，直接把钱递给那女的，相机连仓库都没来得及放，直接塞进了口袋。回到租房里，冲了个澡，收拾干净去了医院，跟医生确定了2周后手术。医生提醒他这2周不能受伤或感染的情况。出院时仁惠说手术前1天会打电话提醒他。张泰山说不必嘱咐，就算再糊涂也记得自家孩子的事，啥情况都会按时赶到。张泰山独自走在路上，掏出女儿的玩偶，立马觉得生活又充满了意义。他一回到当铺，2个伙计跟他说那位经常来这儿烧香的迷妹电话里说遇到麻烦了，指定张泰山帮忙。张泰山纳闷，为啥小迷妹非得叫他，但想到小迷妹以前总未见他频繁光顾，他那无法抵挡的魅力，还是决定去瞧瞧。此时他还不知自己正步入大陷阱。张泰山到小迷妹家敲门，门里静悄悄的，他自己推门进去，但一进门就挨了一下被敲昏。他醒来时，周围已是案发现场，旁边静静躺着的迷妹已经不行了，他手里还抓着一把全是血的凶器。这时候2个警察走了进来，一看这情况，立刻就把张泰山给逮了起来。这男的是在昏迷后醒来的，旁边的超粉已经倒在血里了。2个警察接到消息后赶到，张泰山急忙想解释清楚，猛地摔倒，被带到派出所。张泰山向警察说刚从迷妹家出来，警察调查后发现迷妹是他离开后不久被害的，但警察找那俩伙计来时，他们却说张泰山从未回过当铺，那阵子去哪儿了不得而知。案发现场的指纹和武器上的血迹都直指张泰山，基本上算是确凿的证据了。张泰山这才明白自己被陷害了，能让2个伙计不惜撒谎证词一条线的，也就文会长有这能耐了。毕竟张泰山为文会长入过2次狱，他实在想不通怎么会牵连到他头上，连个通知都没有。这次他不打算乖乖服输，他头脑里满是重病女儿即将到来的手术，他是唯一匹配的骨髓供体，所以在警察面前他坚决不认罪，声称自己是被陷害的。但这个前科累累的小流氓说的
没人当真。张泰山意识到这次可能摆脱不了，已经准备好面对最糟的情况。正是女儿手术那天，他请求检察官允许他去做骨髓移植，没想到半夜里竟有人想对他下手。好在他发现的早，拼命挣扎才躲过一劫。监工听到声音赶过来，看见俩人这样子，以为是张泰山惹的祸。他越想越糊涂，被栽赃已经够倒霉，为什么还要对他下手？虽然张泰山一直不承认，但是证据摆在那，警察打算把他交给检察机关。街角突然冲出一辆飞驰的车，搞得交通乱七八糟，那警车撞得四脚朝天。张泰山醒来一头雾水，脑子里冒出来自己被鹰盯上的情形，自己在号房被害的场景，还有女儿急需他的骨髓移植。待在监狱里肯定会被人暗害，一旦他挂了，女儿怎么办啊？于是他选择了逃跑，这能给他和女儿留条活路。他从警车爬出来，把摔倒的摩托车扶起来，骑上摩托快速离开了。这时有个女人急匆匆跑进警局，她就是检察官朴哉金。她因为小迷妹之死而来，而小迷妹并非一般人，她是朴哉金的密友。几月前开始，奉朴哉金之命去靠近文大佬，就是要搞到他的罪证。关键得挖出称文大佬的庞然大物。文大佬果然上钩，挺中意这呆萌小粉。小粉很快就赢得文大佬信任，还常让关键会面。就在小粉的住处搞，今天他得盯紧的目标就是赵议员姗姗来迟。小粉丝迅速拿出藏好的照相机，偷录了他们的秘密交谈。赵议员走的时候，机灵地感觉到了小粉丝的异样。隔天，小粉丝意外发现自己被人盯上了，觉得自己快要落线了，急忙找朴哉金求助。可朴哉金刚好出国公干了，联系不上，他就给朴哉金的检察厅留言了。小迷妹特别迷茫，知道自己现在很危险，相机里辛苦得来的关键视频不能弄丢，急中生智，小迷妹把相机交给了一直挺喜欢的张泰山，然后赶紧打包想逃跑，却没想到刚要走就被文会长拦下，因为给检察厅打的电话被窃听了，卧底身份完全曝光。赵议员知道后超级生气，因为和小迷妹见过面，就让文会长去解决他。文会长面对这个自己钟情的女人，发现她是卧底，简直气炸了。他更气的是，小迷妹的心居然给了个小混混张泰山，狠心下手，残忍地杀了狼妹，还让手下给张泰山设个套。这番折腾，这回的事儿不像前俩回来他的事，罪不太重，张泰山不可能自投罗网。如果张泰山逼急了，把文会长过去的丑事爆出来，他们肯定要被彻查一番，可能会牵连他们的地下计划。因此赵议员示意要在张泰山开口之前迅速把他也搞定。不过出乎他们意料，张泰山不止避开了他们的诡计，还从警察那儿逃了出来。泰山骑着摩托飞驰，抬眼看见满路监控头，意识到得换个招，便把摩托停路旁，误导警方目光，自己悄悄钻进在水果的车，乘车偷溜出了城。朴哉金作为追捕张泰山的领头搜查员，他们城里设卡细查，却浑然不觉张泰山跑到郊区乡村偷了个电锯，多试了几次，手终于锯断了。朴哉金面对小迷妹的尸体心痛不已，偶然在他内衣里找到了相机的典当票据，看来文会长没拿到相机，他立即赶往当铺想取回相机，却翻遍了仓库，但却整个库房找遍了。典当行员工说是张泰山收的。朴哉金顿时心想，糟糕透了，张泰山是文会长的心腹，肯定是那个痴迷的小迷妹，把相机给弄丢了，自己的真身也曝光了，摄像机肯定已经到了文会长手里。但再仔细一想，张泰山其实压根没有理由要犯下这么大的罪行。张泰山孤家寡人，就算得了巨款也逃不了终身牢狱，钱财对他来说无用，肯定还有其他秘密，得找到张泰山才能弄清真相。这时文会长接到典当行员工的消息，才知道还有一台相机没找到，心里急了，马上让自己最可靠的小金必须要比警察先找到张泰山，领回相机。得到线索之后，警方找到张泰山藏身的偏僻村庄，正集结众多警力准备抓捕他。躲在一位婆婆的小房子中，的不行了，外面的喇叭还在播着提醒逃犯的消息。屋外的婆婆正追着一只母鸡，怎么也捉不住。张泰山帮助老太太捉到了逃跑的老母鸡，作为回报，老太太给他大吃一顿。这时候村长意外拜访，张泰山明白他能骗过老太太，但骗不了其他人，于是他立刻拔腿就跑向南边。不久后，警察获悉此事，很多人在山边聚集，开始展开地毯式搜索。张泰山一路上飞奔，终于晚上搜查队找到了那逃犯，在山沟被逼住，急忙头也不回的逃跑。前面有障碍，后面有追兵，活动空间越挤越小，估计他逃不了了。张泰山吓得直接瘫坐，
掏出女儿的绒毛玩具，泪流满面向天祷告。远方突传连环爆炸声，警察搜山的全跑过去，不懂啥情况，但可以借机溜了。他又开始狂奔，但哪有那么多巧合好运？谁知好运未必真能撞到，结果被绊了一跤，跟着小刀就架在脖子上。那人淡淡3字说：“交出来。”张泰山觉得很困惑，小金接着催他还迷妹的相机。张泰山这才记起迷妹给的相机，但他没吭声，只是往裤兜里摸。小金以为相机在里面，就把小刀往下移。张泰山借机反击，可实际上他不是小金的对手，挨打的毫无反击之力。可他还是拒绝认输，再次被小金死死掐住脖子，动弹不得。急中生智的张泰山紧抓小金衣角，借重力助攻，终于把小金摔进旁边的斜坡。张氏将对手摔下坡，随后他来到路边，在警车中搜出一套青图团的装备，假装成一个搜救志愿者，坐了趟离开的公交，到了个小村子，溜进一个只有母女俩的家，把他们俩捆了，开始痛快的吃喝。妈妈还怕张泰山对穿睡衣的女儿起歹心，张泰山赶紧给他俩衣服换，突然记起脖子的伤，怕感染了，影响了女儿的手术，赶忙洗了下，也向房东要了贴上。就在这时，侦探来了，但没说出张泰山藏身处，因为张泰山正藏在屋里，挟持着他妈。夜里，张泰山坐在墙边，又想起了得了白血病的女儿。次日，任慧在电视上意外发现张泰山杀人潜逃的报道，他顿时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女儿难得看到的生命希望，一下子又陷入深深的绝望。更让人揪心的是，女儿已经开始做骨髓移植，手术前必须的各项准备，每日都在承受化疗的苦楚。如果截止日没完成移植，女儿可能很快就会永远离开他了，连盼望的机会都没了。想到女儿正忍受的痛，任慧终于忍不住大声哭泣。女儿还安慰她说：“妈，我没事，我能挺过去，别哭了，好不好？”好难受啊，术前的治疗确实太难熬，任慧的心都快碎了。就在那时，任慧突然接个电话，居然是张泰山来的。他已经换好衣服准备回城了，任慧急忙跑到外面，忍不住发泄自己的情感，痛骂张泰山没人性，不止害了无辜，连自家女儿死活都不顾，更别提8年前他把他们母女给甩了。他把怒火全撒了出来。张泰山也觉得冤屈，但他现在不能听任慧的话去自首，跟他说自己是清白的，嘱咐他别把他们的事说出去，相信自己会找到洗清罪名的证据，一定会准时给女儿做移植手术。至于关键的证据，一定是小迷妹走前给他的那个相机，他记得那相机带回家了，室友不知拿去用了，他急忙打电话给室友，约好在家见。哪知警察正监视室友。晚上，张泰山悄悄回家，进门一看，室友惨遭杀害，小金正想现身，外头有人靠近的声音，他又藏了起来。张泰山也察觉了响动，一冲出门就跟埋伏的警察不期而遇。这位被诬陷的男士原本想从室友那儿取回能证明清白的相机，结果却发现室友已经在家里被害。他慌不择路逃出现场，结果门口又正巧撞上来抓他的警察，两人对视，警察的枪也掉在了地上。张泰山踢开手枪，转身便跑，警察紧追不放。屋顶的杀手小金悄悄跟着，追到路口时，张泰山消失了。他正犹豫时，垃圾车后一个黑影闪过，他立刻追上去，不过很快又找不到人了。小金从围墙跳下，回到那辆垃圾车旁。张泰山在车里哆嗦着，眼看小金快把他揪出来，两个清洁工跑了过来，为啥非得翻他们的垃圾车？那时另一位协警也跟上了，一看这势头，小金立马溜之大吉。主办着案子的检察官朴灾金接到通知，立即到了现场，被指控谋杀室友，这罪名又落到张泰山头上，关键线索丢了。朴灾金气得大发雷霆，责怪警员林承佑没叫援兵，私自行动。林承佑的队长替他解围，说他是担心惊扰了敌人，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林承佑有自己的打算。2年前，林承佑收到了告密，他轻敲门，里边是带孩子无家可归的徐仁慧，但舞蹈学校晚上不能留人，林承佑不忍心让徐仁慧母女露宿街头，就向朋友借了间房让他们临时住，还大力帮助他的生活。渐渐的，两人开始走到了一起。但林承佑在调查张泰山的通话记录时，林承佑竟看到徐仁慧的号码，他百思不得其解，徐仁慧为何会和张泰山联系？于是跑去跟当铺2个员工问，他们说之前有个女的找过张泰山。听员工们一描述，林承佑就知道那女的是徐仁慧，而且徐仁慧找张泰山之后，他女儿找到了合适的骨髓捐献人。林承佑还试着问徐仁慧，捐献者是谁？徐仁慧随口编个借口，搪塞过去。联系这一切，
加上徐仁惠从不谈孩子的爸，林承佑心里萌生了个难以接受的猜想。他实在不想去相信，慈爱贤惠的徐仁惠和那个败类张泰山有关系。我们曾相爱过。林承佑想直接问徐仁惠，可总是说不出来。得到张泰山关键线索，他没报告，只想自己捉住张泰山，想要弄个水落石出。哪知线索突然断了，让张泰山又逃了。张泰山藏在垃圾车里，逃到了郊区。他到了个阴大雨，造成大面积停电的区域，从树上摘个果子，立刻狂吃起来。一个急着冲医院待产的孕妇，在雨中滑了一跤。张泰山自己也有难处，原本不打算插手，但看孕妇那么狼狈的求助，张泰山还是选择伸出援手。他没把孕妇送医院，反而把她带回了家。在孕妇指点下，张泰山准备了生产必需品，一步步辅助她完成生产过程。看着孕妇辛苦生产，张泰山脑海里闪过，其实当时是因为被老板文会长威胁，拿徐仁惠做要挟，无奈之下才丢下母女俩，帮老板背黑锅进了监狱。幸运的是，孕妇顺产了。张泰山抱着刚出生的宝宝，仿佛看到了自己女儿诞生的场景。第二天，检察官朴灾金带队调查张泰山室友之死，觉得室友可能不是张泰山杀的。现场没发现张泰山的指纹，室友是张泰山唯一的挚友，张泰山完全没理由杀他。林承佑一听就坚信凶手非张泰山莫属这个败类。这时候收到消息，找到了张泰山最后露面的地方，朴灾金立马带人冲过去。很快到了孕妇家，孕妇知道警察是来抓之前救她的张泰山，她肯定张泰山不是恶人，所以开门帮张泰山遮挡了一下，通知张泰山藏到了一个山里的密洞。可他刚一进林子就迷路了。这时候朴灾金意识到了产妇家里的异状，回去一看，张泰山已经跑了。他们马上赶进山里追，林承佑很快就锁定了张泰山的行迹，边追边寻，最后在悬崖处发现了张泰山。看到张泰山不肯轻易投降，林承佑瞄准了自己的大腿，哪知道被暗处弹弓击中手，张泰山不慎中枪，从悬崖摔了下去。追捕的警察将那逃犯逼到悬崖边，警察原打算射他的腿，没想到暗处一弹弓打中手，张泰山中枪摔下悬崖，落入了看不见底的河中。他在水里醒来，痛得直挣扎。这时候朴灾金检察官赶来了，听说张泰山掉河里了，二话不说跟林承佑一起跳水。他是要捉住张泰山，张泰山已经被急流冲下游了。其他警察也赶到河边，林承佑和朴灾金空手上岸。朴灾金气得责怪林承佑，干嘛开枪呢？林承佑说他是按规矩行事的，还露出手背伤口，暗示有人背后捣鬼。朴灾金立刻让手下集结人马，追捕张泰山和那个幕后黑手。这一幕全被躲在远处的小金偷听到了。张泰山最后在下游一个水不怎么流急的地方停下来，一个在搬皮货的老头带回家了。老头一眼认出他是个逃犯，但仍然帮他包扎了伤，因为他知道张泰山。几年前张泰山执行任务围捕，原来是黑帮老大的老头。他终于心软，释放了老头。老头子觉得人情债还清了，催着祸根张泰山快滚。张泰山急匆匆跑路，其实是急着去救患上白血病女儿需要骨髓移植。他向老人坦白情况，请求老人帮忙。老人因为小孩子而心软，帮他躲避了警察追查，还弄个假死让他逃生，给他备了不少抗生素和药，防止感染搞砸移植手术，让他伪装起来，开着货车去码头做秘密偷渡，躲到菲律宾待几天，手术当天再回。朴灾金那边手下侦探打来电话，探员弄清楚了徐仁惠跟张泰山的瓜葛，现在徐仁惠是林承佑的未婚夫妻。朴灾金这才懂了林承佑每提张泰山为啥这么兴奋。这时搜警在河边找到老头，给张泰山搞的假证。警员们通过细看衣服破的那些痕迹，细审衣服损坏的地方，一致认为衣服掉的时候张泰山已经没希望了。警方的追查变成去下游找张泰山的尸体。徐仁惠整日战战兢兢，最怕新闻里听到关于张泰山的事，他还不停刷新手机看新闻。这天新闻报了张泰山的死讯，徐仁惠再次沉入绝望的深渊。他泣不成声，恳求医生想办法救救他，但医生碰到这情况也束手无策。徐仁惠失去女儿简直是噩梦，他真的受不了了，像灵魂被抽干似的倒地。正当他无助时，突然张泰山打来电话。他原本去码头的路上，看到市区的指示牌，忍不住想起女儿那甜美的笑容。他实在是想女儿想得不行了，决定临走前得再看她一眼。于是他改变了驾驶路线，向市中心开去。张泰山到了医院，一出电梯，恰好碰到刚做完化疗的女儿。女儿正在承受化疗反应，呕吐连连，但一见到始终挂念的父亲，
立刻展现出温暖的笑容。张泰山看着十分心疼，却不能去关心。女儿偎在徐仁惠身边，慢慢推进病房去。他暗暗朝角落藏着的爸爸挥挥手说再见。女儿回病房，兴奋极了。徐仁惠还摸不着头脑。这时候电话响了，来电是张泰山。徐仁惠急忙出门接电话，得知张泰山平安无事，伤势得到了妥善处理，他总算可以稍微放心了。但他真的受够了这种提心吊胆，又一次劝张泰山自首，并且告诉他自己未来的老公是个刑警，能保护他。可徐仁惠不知道，开枪打伤张泰山的就是他那位刑警未婚夫。如果文会长知道张还活着，肯定不会就此罢休，肯定还要在监狱里对他出手。张泰山把自己打算偷渡去菲律宾的事告诉了徐仁惠。徐仁惠还是担心。张泰山说自己哪怕不惜一切，也要在死前救出女儿。这时徐仁惠终于心意动摇了，对张泰山之前的态度，秀珍爸爸别挂了。但徐仁惠的通话早已被朴哉金窃听，张泰山的偷渡被完全曝光。最糟糕的是，文会长虽然知道张泰山挂了，但装有他罪行证据的相机没找到，于是就命令手下仔细查金地和命军会的关联。他终于知道了徐仁惠和他女儿的事。文会长带着人闯进了医院，差点就和张泰山碰上了。他敲开了秀珍的加护病房。原来你就是秀珍。请问您是？你爸爸是张泰山对吧？对。你认识我爸爸吗？你爸爸以前找过你们吗？对，他今天才来的。这下传出去张泰山还没死的事儿，已经不算秘密了。张泰山还闲庭信步去码头，以为能蒙混过关呢。不料检察官朴哉金悄悄集结队伍，正打算秘密出动抓人。为防止内鬼泄露消息，朴哉金没让持手机的警察带走，也未告知可能搞砸的林承佑。文会长仍然在找张泰山，知道警察还没找到张泰山的尸体，唯独朴哉金他们一队人失联了。他立刻懂了。晚上朴哉金他们在港口发现了张泰山的行踪。张泰山登船躲到漆黑的船舱，没想到朴哉金领队突然冲入，走投无路，张泰山只得认命被捕。警察给带出来了，搜查官把手机交还给了队员。这时林承佑总算打通了队员的电话，一众人马外出执行任务，他却被单独留下。林承佑心情糟透了，这时才明白队友们跟着朴哉金去捉还活蹦乱跳的张泰山了，他也不愿错过这场热闹。押解的路上，张泰山苦思冥想，还误会是救命恩人出卖了他。这时高速上突然堵成一片，押解车只得改道。可刚上路不久，前面就有辆慢吞吞的车挡道，搜查官正想绕过去，对面突然冲来一辆货车，他不得不再次回到原车道。他们还没缓过神来，那辆大货车的货箱慢慢开启，一个穿黑衣的男人出现了，他举着一个发射器对着他们。就在两车擦肩而过的刹那，黑衣男子将一枚瓦斯弹打入了押运车内，接着又朝另一辆车投了一个，两车顿时失控相撞，前后各来了辆车堵住了他们的路。警员被他们从车里拖出来，一个接一个的击昏，连警察的手机都被踏碎了，汽车轮胎也被全部毁了。张泰山正想混乱中逃跑，被朴哉金死死压住。朴哉金开枪警告那帮人，却遭张泰山推搡，接着他也挨了重击倒地。黑衣人紧勒着张泰山的喉咙，他晕过去后，紧接着被带离了现场。朴哉金醒后立刻追了上去，记住了对方车牌，正打算求助，却发现手机坏了，于是借了路人的车，自己追了出去。不久林承佑也来了，队员们为掩饰自己的失误，遂图把事情描述的蹊跷神秘。那会儿朴哉金终于追上劫持张泰山的车，车子停在路边上，朴哉金只能从旁边开过。他掉头重新追时，那车已经消失无踪。朴哉金停在个三岔路，他明白后面肯定是文会长在操控，便开始深思熟虑，终于记起是文会长的地盘。这时张泰山已经被抓到文会长跟前，心里吓得要命。文会长一开口就让他交相机，张泰山这才明白，原来他们杀室友的时候没从室友那儿拿到相机，那相机可能是他唯一的救命稻草。张泰山质疑文会长为何非得自寻短见，自己从没亏待过他。文会长回说，只能说是自作自受，就是一个连自己都保护不了、没勇气和决心的废物，注定被人欺负，永远都是无用之人。快把相机交出来吧，让他走得更安详些。这回张泰山是硬气的，连去都去不了。他清楚文老大找不到相机，不会马上对他下手，就假装相机在自己这，想用相机换条活路。文老大看着这个终于敢为自己争气的小兄弟，心里也不禁有了那么点敬意，走过去瞧了瞧他背上的伤，看伤口处理得挺专业，
肯定有人帮忙。接着翻了翻他的背包，也找出了些剩下的抗生素。这种药需要处方才能买，购买不是那么容易。于是他吩咐手下去查，是谁帮他处理的伤口，能这样帮他的，肯定不简单。一旁的手下们又建议直接逮住徐仁惠和他女儿，来对付张泰山。文会长竟然装作大佬摆架子，看不起利用小孩来施压，更别说他觉得那个渣男张泰山可能并不在乎孩子的安全。四处搜寻的朴灾金，最后找到了这个工厂。他正打算偷偷接近，被文老大的手下逮个正着，只得硬拼了。意外的，他挺能打，几下就把2个小弟打趴下。可好景不长，转眼就被新冲过来的小弟打昏。这边文老大也在屋子里对张泰山动手了。小弟急匆匆来报，带来的朴灾金已经落网。毕竟人家是现任检察官，文老大也不敢太放肆，快点打个电话问问，跟赵议员沆瀣一气的那个家伙，打算把朴灾金遣送回去。朴灾金还没见到文会长呢，可赵议员已经想让文会长利用这次机会偷偷摆平一直跟他们作对的朴灾金。文会长派人把朴灾金带到张泰山跟前，他还跟张泰山这么说，只要干掉调查太查的那个检察官，他就能无后顾忧，还会安排张泰山顺利出国。张泰山接过文会长给的枪，瞄准了朴灾金，扣下扳机却是空枪。文会长见计划得逞，准备亲手解决朴灾金。张泰山马上制止，说这女人不能死，你绝对找不回那相机了。那个冤枉的逃犯被反派骗了，竟然把枪指向了被捆绑的检察官，扣扳机才知道没子弹。文会长亲眼看见了陷害张泰山的指纹证据，手里已经拿着，想亲自干掉朴灾金，却被张泰山拿相机威胁停下。他早看穿了文会长的伪善，以及对他的大义无防备，识破了这是把空枪。文会长急得快炸了，枪口指着张泰山。张泰山却一点不怕，很有底气地说，如果他出了事，就会有人曝光文会长和赵议员勾结的证据，让大家都知道。文会长当下也分不清真假，虽然气得不行，只好让人把他俩单独看守。关押时，张泰山趁2个小弟不注意，突然发难，搏斗了一阵，快速把2人制服，还在一个小弟身上找到车钥匙。其他小弟听见动静，马上冲来帮忙，以为张泰山跑了，全都追出去了。张泰山溜进车里，一踩油门就加速，冲撞那堵囚禁朴灾金的墙，抢回自己的急救包，连带就出了朴灾金。文会长发觉时，他狠踩油门飞驰而去。一路上，朴灾金拼命示意，让张泰山把他嘴上的胶带扯下。他现在只信任张泰山，愿意帮张泰山的朋友。了解张泰山拼命逃命，全是为了救女儿。朴灾金还没来得及说话，张泰山就说自己伤得厉害，得换人驾驶。朴灾金一下车，张泰山立刻抛下他，自己驾车逃走，因为他怕现在被捕，却不晓得朴灾金接到的是上头的密令，有实力完全直接干掉文会长和赵议员的圈子，摆脱他的烦恼，因此就失去了这次翻盘的大好时机。朴灾金逃跑后，文会长急得不行，本打算马上跑路，但是和赵议员秘密策划的事，只要几天就能成了，所以马上叫手下搞定了不在场的证据。朴灾金一回去，就明白文会长肯定有应对办法，并不打算马上抓他，因为他真正想抓的是背后的赵议员。林承佑也找到了朴灾金，追问他为啥在偷偷抓张泰山时特意不告诉自己。朴灾金直接戳破了林承佑、徐仁惠、张泰山3人之间的纠葛，批评林承佑因私情冲动，又强调张泰山其实是无辜的。林承佑难以接受这个事实，张泰山已遭不幸。张泰山终于回到城里了，他想起室友把相机给了女朋友，本想去取回相机，但监控探头太多，他只能打电话请徐仁惠第2天帮他一起去商场取相机。徐仁惠是他现在最信得过的人，毫无疑问的是，这一切全都在暗中被监视。那晚，朴灾金秘密而忙碌的筹划第2天把张泰山逮捕的行动。为了不让文会长的人再捣乱，他做了周密的安排。果然，文会长那边根据警察动向得知了他们的方案，打算又要劫走张泰山。第2天，商场到处都是警察的布控，打扮成清洁工，商贩乃至玩偶熊都是警员伪装的，各个出口和通道，各种检查都严格把关。朴灾金在监控室统筹指挥，文会长的手下小金远远的偷偷观察着。徐仁惠终于到达现场，他在约好的位置走来走去，不知所措的警员玩偶以为徐仁惠误闯进来，偷偷的叮嘱他快走。徐仁惠察觉到不对劲，马上跑起来想去警告张泰山。张泰山已经出没在商场，朴灾金看准时机，命令逮捕。便衣警察蜂拥而至，把张泰山按倒，
却揭面具一看，那人偏偏不是张泰山。这时徐仁惠已经跑出了商场，他接张泰山电话了，叫他赶紧回医院。徐仁惠急忙打了一辆的士。其实真正的张泰山压根没进过商场，可惜被小金给盯上了。张泰山正等着过马路的红绿灯，小金偷偷靠近，张泰山从路过车的玻璃反射里注意到他，地上发现了他，趁他猝不及防，猛地推开他，然后拼了命似的狂跑。小金跟在后面紧追不放。张泰山领着小金上了公交车，趁车启动时快速跳下逃开，甩掉了小金的追赶。徐仁惠回医院了，走在走廊上，张泰山突然出现了。徐仁惠连忙拉着张泰山躲到个安全的地方，张泰山才说出他让他出门的真意，原来是想测试下徐仁惠的手机是不是被偷听了。张泰山确认无误就要走，突然想起忘了给徐仁惠女儿的礼物，于是回头去医院，却巧遇前来找徐仁惠的林承佑，俩人撞个满怀。林承佑的警察未婚夫被这女人拽住，让她的前男友逃跑的机会。林承佑还想追，徐仁惠死死地抱着他不放，急忙辩解张泰山其实冤枉。张泰山抓住机会拔腿就跑，林承佑只得放弃，徐仁惠却死死拉住他衣角，他简直难以置信，徐仁惠竟然这样庇护那个曾经丢下他和他女儿的张泰山。徐仁惠明白自己这样可能会伤了林承佑的心，他依然支持张泰山，只有他跟女儿是骨髓完美配对，为救女儿别无选项，只得全信赖张泰山。林承佑更心痛了，连身为未婚夫的他都没得到信任，难道他不愿意信赖女儿的？移植者出了事，文会长又没抓到张泰山，痛斥手下废物，连个小流氓都搞不定。他最后决定先找徐仁惠母女下手。当天检察官朴哉金找上门来，他清楚张泰山只信任徐仁惠一个人，想让徐仁惠说服张泰山自首。一开始徐仁惠还不承认自己跟张泰山有瓜葛，他了解张泰山是被诬陷的，因为救女儿急需骨髓移植才逃出升天，不想投案，主要是之前在看守所遇见过被害，但老是在外逃亡，随时都可能有险，难免会有闪失。他跟徐仁惠保证，如果张泰山投案，他一定会亲自安排人盯紧保护，得为他女儿做手术。徐仁惠下回联络张泰山时，跟他好好说说。正当徐仁惠要走的时候，朴哉金又透露了个秘密：8年前张泰山因打人坐牢，其实是被文会长以徐仁惠的性命相威胁，才愿意替金邦威背黑锅。徐仁惠这才猛然明白，孤单一人躲在走廊里痛哭，想到张泰山以前装的冷酷，而他那么决断，让他心痛欲绝。林承佑问朴哉金，为何不早点说出张泰山是那个骨髓捐赠者，哪怕他在讨厌张泰山，也不至于朝他开枪。朴哉金说出，警方若知道得汇报，得解释一番。申波师发现了张泰山和徐仁惠母女的事，不久文会长也会知道了，他们一定会用徐母女的命来胁迫张泰山。那徐母女还有活路吗？林承佑得知文会长在搞鬼，气坏了，直接闯进文会长的办公室，还带上了自己的助理警员，始终守候在徐仁惠女儿的病房外，再三劝说徐仁惠，让他劝张泰山去他那儿投案，承诺会确保张泰山安全。这天徐仁惠在病房接了张泰山打来的电话，徐仁惠直接就劝张泰山向朴哉金投案，张泰山却只答应见面再说。原以为只有徐仁惠的手机遭监听，谁知医院的电话也被窃听了。为防止情报继续泄露，朴哉金下了决心，只带了熟悉的审查员一起去，还安排了个人偷偷跟着徐仁惠。没想到那天林承佑发现徐仁惠不在医院，感到不对劲，也悄悄地跟了上去。他们尾随徐仁惠上了地铁，朴哉金他们通过电话获取的地点在等人。徐仁惠在中途站下车，检察官也跟着下了。没料到徐仁惠在车门要关时，又快速跑回车厢，就这么把检察官摆脱了。这一招是他上次见张泰山时已经计划好的策略，但他没察觉另一个人林承佑正尾随着他。徐仁惠找到张泰山，他是有女朋友工作的地方，想取回自己的相机，却没想到因事有过世，那女孩已把相机转赠他人。他立刻联系相机线主人，对方给了徐仁惠一个地点，让他晚上来取相机。徐仁惠一出门便乘车远去，林承佑急忙跑进店里，向徐仁惠打听来意。徐仁惠向有人借了辆车，去约好的地方接张泰山，接着到一个无人之地，对张泰山说他全知道了，斥责张泰山当初真是太蠢。这一刻，人会感觉自己这8年的委屈，在张泰山面前根本算不了什么了。晚上，徐仁惠带张泰山去取相机，取完再联系。张泰山叫相机的主人出来，总算搞定了装着珍贵照片的相机。那逃犯兴奋地抓着能左右他未来的相机，正打算走人，意料之中还是发生了意外。
小金突然从后面窜出来，一拳重击他。张泰山急忙反击，但几轮过后，还是输给了小金，又被摔倒。小金按住他，找到刚得到的相机，看到相机后，小金加大力度，打算直接干掉张泰山。张泰山脖子被掐，一点还手的力气都没有，快要不行了。徐仁慧担心得很，急忙赶来，看见这情况，二话不说，拿起一块牌子就往小金头上砸。小金轻松把仁慧摔到地上，拾起掉的相机，仁慧爬起来拼命要把相机抢回来。地上的张泰山总算回过点力气，立刻跑过去猛踢小金，脚踢得正好，重重打在小金身上。然而面对强敌，意外反击只会引火上身，泰山再次被打倒在地。小金狠狠地用脚踩他的脖子，仁慧急忙上前拉小金，可是毫无效果。危急关头，林承佑开车冲来，小金慌了头，赶紧跑了。仁慧赶忙把车钥匙递给泰山，林承佑走了，三人顿时尴尬万分。这时越来越响的警铃声从远处传来，没想到林承佑这次选择让张泰山逃走。张泰山抓过钥匙急忙逃跑，林承佑带着仁慧迅速驾车撤离。张泰山开车险些遭遇不测，但他百思不得其解，不懂为何每次都被追踪。没等他想通，小金突然出现在前面的路上，张泰山急忙倒车甩掉了小金。小金蛋羞得脸红，不好意思地往泰山那儿看。文会长终于弄到了相机，彻底解决了这个心头大患。接着找专业人士帮忙破解了里面的视频，果然发现了视频里他和赵议员正在策划的慈善拍卖会的秘密计划，照得特别清楚。文会长兴高采烈，感慨世界未抛弃自己。然后他找机会见了赵议员，把相机给了他，赵议员亲手销毁了存储卡。张泰山这次吃了个哑巴亏，也意识到了单打独斗难敌文会长的势力，于是他找到了检察官朴栽金会面，想和他联手抗敌。尽管丢了相机这重要证据，但朴栽金还是没忽略他，给他变装，安排他住自家。张泰山自然不会空手而来，他近几晚悄悄回到当铺，挖出了伪证，找到嫁祸给他的凭证，还画出了老是盯着那座小金雕塑，相机走丢了。他们打算先从小金下手，于是他们巧妙安排用张泰山做饵，去圈套小金。朴栽金先跟林承佑打了个招呼，接着带队里的同事去吃饭，装模作样的当着大家的面接了个所谓张泰山的紧急电话，故意藏在走廊，大声泄露张泰山会私下向他坦白的计划，因为他知道团队有叛徒。果不其然，那人中计，这一幕全被朴栽金早就布置好的警察目睹。到了约好的时间，张泰山骑摩托到了约会地，见到了朴栽金。他俩还没开口，楼上藏着的小金迅速掏枪瞄准了张泰山，连开2枪。张泰山随声倒下，埋伏的搜查官听见后马上出动，小金跑到屋顶，用无人机把刚用过的枪弄走。他以为一切搞定了，刚推开楼梯门准备悠哉走人，就被2枪顶住。是2位搜查员，他们接连不断朝他射了几针麻醉剂。小金一跤摔倒，张泰山肯定是安然无恙，早就身披3级护头和3级护甲了。那名慌慌张张冲出来的警察看到倒在地上纹丝不动的逃犯，着急的大叫起来。张泰山一听声音，马上睁眼，赶紧跳上摩托车飞奔。林承佑也急忙追上，他一直跟着张泰山，直到一个废旧的仓库，张泰山赶紧藏起来。林承佑进仓库那刻，就接到检察官朴栽金的电话，朴栽金让他别抓张泰山，但林承佑还在担心张泰山前面被枪击的情况。这时朴栽金才说，其实张泰山一点都没伤，那全是假的。林承佑在库房里喊张泰山露面，因为他真心爱上了徐仁慧，盼着张泰山能活下去，徐骨髓能移植给泰山。张泰山渐渐敞开心扉走了出来。朴栽金将小金带回调查机关，可是审讯没啥进展，小金只字不提，就连身份背景也查不到，像是无影无踪。直到一位律师出现，才拿证据证实小金其实是法国人。尽管普现场逮了小金，但缺乏直接证据，无法证明小金对人行区用的作案工具、现场的指纹和受害者一个都没找到，加上法国领事馆来电施压，朴栽金没办法，只好无奈的放了。费尽心思抓到的小金，这时候爱冲动的林承信又是一个冲动的闯进办公室，抓着他的衣领。他俩好像达成了某种协定，但文会长显然没遵守。之前林承佑去他办公室时，文会长已经说服了他，承诺只要拿到相机就会释放张泰山，让他平安给徐仁慧女儿做骨髓换手术。林承佑跟着徐仁慧终于打探到张泰山藏相机的地方，告诉了文会长地方。
没想到文慧长反悔了，还是不肯放过张泰山。林承佑气得不行，但作为警察被骗，干了丢人的事，他也不好意思吭声。朴哉金垂头丧气回家，跟张泰山说计划砸了。张泰山啼笑皆非，我们真的没辙了吗？看来得冒险一试了。他们昨晚决定的备选计划，张泰山了解文会长，知道他也会防着赵议员，相机里的东西肯定有备份。张泰山知道文家有密室，打算溜进去找回资料，只需要朴哉金帮忙拖住文会长就可以了。所以朴哉金按张泰山给的线索井号展开侦查。听录音得知，文会长曾在粉丝遇害那日去过他家，可是现在的证据还不够逮捕文会长。手下刑警计划去街上搜一搜，有没有可能抓拍到文会长当天的行踪。店面的监控视频加上行车记录器的画面，恰好在侦查时碰到同样在调查的林承佑。林承佑将他刚发现的录像资料分享给了众人，大家细细审查后，最终发现了关键证据：文长多天将车停在迷妹家门口的画面。张泰山这时候找到了以前帮过他的老头老韩。老韩之前是文化协会的负责人，现在那里的主人，对那儿的一切都了如指掌，自己也使劲想弄倒文会长。一旦朴哉金满足紧急逮捕的条件，就立马领人冲到文会长的办公室，把他带回了检察院。朴哉金着手审问文会长，这个狡猾的文会长绝不会轻易认罪，就算有确凿的证据在面前，他也会想方设法否认。昨晚在老韩的掩护下，张泰山避开了监控，悄悄爬进了文会长的院子，潜入电力房，关闭了报警系统。随后在老韩的技术支持下，他轻而易举地撬开了文会长家的门。但他一进客厅，竟见文会长就站在那儿，好像就是等他的样子。张泰山当场就懵了，原来是赵议员在检察院找上了检察官，帮文会长证明了清白，说自己那时候正和文会长一起看院子里的风景还挺好，就一起进去逛了逛。朴哉金还在向上司汇报的时候，检长已经释放了文会长。来不及了，他得赶紧通知张泰山快撤，电话打不进去，自家车还被堵在车位。他一上车，司机却说车坏了，让他困路上。这时候张泰山已经表经制服了，文总给他做好了准备。小金把张泰山弄晕了，在外边等的老韩看张泰山迟迟不出现，决定去看看怎么回事。这时候张泰山已经被小金塞进了袋子，放到了车尾箱。老韩正巧目睹了这一切，他路过的时候趁小金不注意往车尾箱丢了个定位器。老韩顺着追踪器追到张泰山被带到的高楼，小金将张泰山带上顶层，松开了他的捆绑，想把他从楼顶扔下去。张泰山突然醒来，拼命反抗，但还是差点被推下去。情势危急时刻，老韩及时赶到。小金听到有人喊他的名字，居然离奇的愣住了。这时候张泰山和老韩抓住机会，甩开小金逃了出去。这个冷酷机器正在伤人，对他来说只听老板的，可是有个老头儿喊了他一个名，这机器竟然诡异的发呆。张泰山趁势挣开了束缚，带着老人快速离开。终于到了文会长家，是检察官朴哉金。敲门却没人理，紧急情况没时间多想，他决定越墙进去，结果正好中了文会长的计，拍下他私闯的证据，还拿这个威胁朴哉金自投罗网。朴哉金左右为难之际，张泰山的电话及时打来，朴哉金这才知道张泰山安全逃了，立刻转身走人。小金又失手了，让文会长气得冒烟，一阵乱打。朴哉金觉得张泰山经常遭险，自己责任重大，自己当初跑掉后，如果不是执着于抓文会长，幕后的赵议员，所以没对文会长下手，这样张泰山就不会这么惨。于是直接去找赵议员，差不多是在求他，让赵宇月放张泰山的女儿一马，只不过是张泰山的女儿。等3天以后，张泰山给女儿做完骨髓移植再说。赵议员说自己不想伤害谁，他也是一无所知。张泰山为了给女儿做骨髓移植，但人都是按自己意愿行动，要是出了意外，只能怪他命不好，这都是命运。他还趾高气昂地告诉朴哉金，你永远抓不住我。一个检察官竟然卑躬屈膝求罪犯手下留情，还听罪犯说人生道理，这是多么绝望和无奈啊。第二天，朴哉金因非法入侵民宅被逮个正着，只能被上司停职了。他们束手无策时，文会长又使坏，派人绑架了徐仁惠，发视频给张泰山，逼他去指定地方。张泰山只能听命行事，但在他离开前，徐仁惠被捆绑的影片就发给了朴哉金。朴哉金马上着手分析这段视频，从徐仁惠瞳孔反应推断，他被困在市区的一个摄影店。朴哉金急忙联系林承佑，林承佑急匆匆往摄影店赶。张泰山按指定地点接到电话，
让他上眼前的车，按导航指令驱车前往下一站。这回别想挂电话。张泰山得在视频监控下乖乖驾车赶往目的地。越开越觉得事有蹊跷，这事儿文会长怎么没露面？他现在在忙啥呢？这么一想，张泰山心里打鼓，带着胆子掉头了。果不其然，文会长没闲着，病房门口的助理警员一直在守着，已经找到徐仁惠。文会长借温暖之名，给医院员工下药，使其昏迷。他走进了病房，假装要带秀珍去见他爸爸。路上，秀珍回忆，偷拨妈妈手机给爸爸时，爸爸警告他，只信妈妈，别跟别人走。那句话，秀珍故意弄丢了鞋。文会长找鞋时，他快速冲进了电梯，回了病房，藏到了书架里。文会长找了好久，都没找到秀珍。就在这时候，张泰山刚好赶到，一看到文会长，文马上找地方躲了起来。张泰山打个电话的功夫，就见他飞快逃掉了。朴哉金也来医院了，张泰山把女儿交给朴哉金照顾，自己则去追文会长。张泰山紧追不舍，最后在屋顶上逮到了文会长，他敢对他女儿下手，这事儿张泰山绝对不能容忍，彻底激怒了他。他猛烈攻击文会长，让文会长毫无反抗余地。张泰山把文会长逼到屋顶护栏旁，此刻他能轻松干掉文会长，但他压下怒火，不愿留下坏名声，也不想让小女儿蒙受耻辱。他警告文会长，他会让朴哉金把他绳之以法。离开后，同一时间，林成佑到了摄影店，迅速制服了门口2个看守，顺利就出了人会。张泰山终于堂堂正正见到了女儿。我现在的句子里，到处都是对他的思念和爱。张泰山心里既感动又内疚，流下了安慰的泪。但文会长还没被抓，他们一秒都不能松懈。张泰山取出偷偷藏在当铺的录音机，记录了文会长手下的对话。不过朴哉金说，这些不够给文会长定罪。张泰山表示自己有主意，手中握有大权的议员，看似清廉又爱民，过着朴实生活。他家坐落在平凡的小区，实则家中别有洞天。通过简陋的前屋，推开一扇门，豪宅奢侈的景，屋里还有佣人伺候。赵议员一回家，就摘掉平时善良的面具，开始好好享受吧。这一切都是跟文会长多年勾搭来的。为了一场即将打响的比想伊尔辛的利益大战，俩人开始有了嫌隙。张泰山也有自己的盘算，他给文会长打了个电话，把手下黄大俊关于肥会领割利益的录音给他放了一遍。文会长那老狐狸肯定懂得张养这也是狐狸一样的人，明知故犯，但还是挺生气。黄大俊嘴太松，张泰山再次给黄大俊打了个电话，声称他没有亲手害死小粉丝，却要替文会长背黑锅，马上坐牢，可能会蹲大牢。文会长立刻把黄大俊叫到跟前，一点没提张泰山，直接点名黄大俊，把文会长害死迷妹的录音让他听。笑里藏刀的考验，黄大俊的忠诚。黄大俊对张泰山找他，没提半个字。张泰山又找黄大俊，放给他听了录音，还跟他说文会长很早就知道了这个录音。黄大俊想起文会长既然早知道，居然没怪他，反而笑脸迎接，心里顿时慌了。张泰山再次找文会长，告诉他文会长用的那把刺伤小迷妹的刀，原来是黄大俊平时带的自卫工具。他还让黄大俊知道，警察正在紧急搜查，能证明那把刀是黄大俊的证据，很快就能出结果了。等着看黄大俊会不会把文会长的事揭露。事到如今，那就只能把罪名硬栽给黄大俊。接着给黄大俊的手下拨了个电话，又把黄大俊叫到跟前，假装去安慰他，说自己清楚张泰山在挑拨离间，黄大俊那边找好替罪羊了，是他手下的小兄弟，让黄大俊把刀鞘交给那小子就行。黄大俊去的路上，张泰山突然出现在他车里，告诉他，你那小弟和文会长早串好了，他们都告诉警察了，正等你带着刀鞘自己跳进圈套呢。一开始黄大俊有点不相信，可他也不轻心，一到那儿就给手下打电话，告诉他临时有急事赶不过去了。果然发现手下身边蹲着警察，黄大俊立刻慌了起来。他总觉得迟早有人会背叛他，所以他先手为强，安排了杀害文会长和小迷妹的计划。那天他处理的那件满是血迹的衣服给藏了起来，他找到那衣服，不犹豫的直接送到警察局，还告知了林成佑。警察抓住了会长文，是他自己留下的证据。拿到这个关键线索，朴哉金马上带队去捉文会长，但他们一冲进文会长家，文会长早就人间蒸发了。现在他已经到了赵议员的家，赵议员明白了整个情况，意识到该是丢弃文会长的时候了，表面上答应了文会长的分钱要求，还帮他安排逃跑，其实欺骗了文会长，把收钱的账户换成了自己人林市长的。可是
林市长实际上是早就和赵议员里应外合了。张泰山知道文慧长跑了，就坐不住了。他清楚文慧长记仇，女儿还有2天就要做手术，文慧长肯定会来报仇，所以他咨询了医生，决定手术提前到明天。可是之前的内鬼警察都知道了，他告诉了文会长这事。封术的那天，2个卫使用的手术室里，应该是张泰山动手术的地方。文会长打算带小金一起去，他打算亲自搞定把他拉下台的张泰山。那天，文会长和小金伪装成工作人员，偷偷溜进手术室。文会长掏出事先准备的刀，狠狠刺向躺在手术床上的人，但他意识到被骗了。小金偷偷进了另一个手术室，却看到躺在里面的是老韩。老韩一看到小金，就起来跟他聊起童年的故事。小金渐渐想起了童年的事，眼前这人原来是他记忆中的亲人，居然是他亲爸。原来眼前这个人是他的亲生父亲，父子俩在手术室里相认了。那个卧底警察早就被发现了，为了弥补过失，他帮忙演了场戏，引文会长现身。警察随后赶来包围，冲进手术室时，文会长又溜了，队伍接着奔向隔壁。从小金口中得知，文会长可能逃往车库，但警察还未到达会场，文会长上了预备好的车跑了。张泰山一直在医院门口守着，他发现货车上的人就是文会长，立刻跑过去跳进了货柜。货车停在了一个废弃停车场，文会长正打算换车逃跑，张泰山及时赶到，砸碎车窗，把他从车里拽出来。俩人打了一架，张泰山最后把他压在车前，然后把文会长绑了起来最后出门去叫人来帮忙。文会长拼命的挣扎，地上找到了个打火机，打算用打火机点燃绳子，结果不小心引燃了旁边泄漏的煤气。警察赶到的时候，那儿突然爆炸了。次日，赵议员举办了公益拍卖活动，跟林主任合作成功拍走了私藏的宝贝，一大笔钱也如期打入账户。赵议员以为自己能够顺利撤退，可朴灾金已在机场蹲守，拦下了试图逃跑的起义员。他们早已调查清楚，赵议员借助这场拍卖，把投标的海外珍品夹带了大量毒品。张泰山按时给女儿做了骨髓移植手术，在庭上也证明了自己清白，摆脱了旧案。文会长自那场爆炸起容貌全变，还失去了视力，在监狱过着白白浪费的生活。几个月后，秀珍康复出院了，张泰山带着母女俩到处玩得很嗨，尽情享受家庭欢乐的时光，填补了多年离别的遗憾。他们3口子终于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不幸的林承佑悉心照料徐仁惠，他决定孤单一人离去。或许最深的爱就是默默奉献吧。